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日本核废水的话题啊。最近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很多邮件，也包括一些推特的私信啊，很多人都在里面给我讲，他说王局啊，你一定要聊一聊日本核废水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啊，这个话题啊专业门槛比较高，一般人也搞不太懂啊。但是大家一听说核废水，总是觉得闻核色变嘛，觉得非常恐怖、非常可怕嘛。另外一方面，就这个话题最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非常之热啊。6月12号，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开始对核污染水排海设施进行测试。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进入最后关键阶段，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隧道中的管道注入海水。人们都在担忧核污染水会蔓延到哪里，海鲜还能吃吗？大家都在说，现在不但日本的食品不能吃了，包括猫粮、狗粮都不能吃了，包括日本的那个化妆品都不能用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日本的化妆品啊，像那 SK-II 啊、欧莱雅呀，在中国卖的都非常好。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说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啊，赶紧推荐一个国产的品牌啦。甚至有人说，现在连日本的服装穿起来都不安全。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划啊。那么从下个月开始，日本可能就要正式向太平洋排放经过处理的核废水了。该隧道长1公里，是排污入海的核心工程。目前，排海隧道的管道里已经注入约6000吨海水。现在正在测试整个这套排放设备的运行状况。从6月12号开始啊，准备工作也将完成。这个测试呢，是用普通的淡水跟海水混合在一起，往海水里头排放。那个排放口呢，距离这个海岸线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啊。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要测试整个这个排放系统运转的是不是良好。如果这个测试没问题，2周之后就要从7月份开始正式排放核废水了。所以呢，在中国现在引起了热议啊。我呢就专门到中国的微博也包括小红书上看了一下，果然呢哀鸿遍野呀，大家都在说这怎么得了啊？这日本人良心大大的坏了呀！当年自己是一个核受害者，现在反过来成为了一个害人精，给人感觉日本现在又是成了一个当代731啊。然后呢，还有人在说，你看那个王局从中国跑到了日本，日本呢现在开始排放核废水，你想想他好得了吗？然后我就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包括中央电视台也纷纷在发文章啊。这些文章的内容听起来也都耸人听闻。比如说有的说，只要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57天之后，太平洋就全部被污染了。2年之后，这个中国这边也受影响了。10年之内，全世界的海水都被日本给污染了，整个这个全世界的海洋就没有干净的了。还有的媒体报道说就日本排放的这个核废水比那正常排放值浓度要高几万倍那一旦排放之后那整个太平洋就成了垃圾桶了。终究还是没拦住，日本排了，韩国慌了，日本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灾难要开始了。这核污染水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半衰期达到5000年，超标2540倍。简单打个比方，这样的鱼吃1公斤，瞬时辐射等于照4到8次 X 光胸片。既然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福岛核污染水安全无害，那么日方为什么不直接向日本国内排放核污染水，或将其用作农业工业用水，而要向海洋一排了之呢？日方出于一己之私，把全世界置于风险当中，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日本好像有一种可怕的无法改变的根性，曾经让世界遭受灾难为之恐惧，这次又强加给世界不安全感、恐惧感。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日本核废水到底是怎么处理它到底有没有危害首先我们讲一讲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核废水的由来12年前的2011年的3月11号，大家都知道日本爆发了东海大地震。这个地震呢有9级地震之后就形成了一波超级海啸。这海啸呢就冲到海岸边的过程中间，就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日本的这个福岛核电站呢，建在日本的茨城县的海边呢，它一共有6个机组。它为了防止海啸在海边呢也有一个防波堤。但是由于311的这个地震呢，
级别太高了，所以海水一下子就漫过了这防波堤，就冲进了他们的反应机机组啊。福岛核电站呢，一共有6个机组啊，从1号到6号。当时发生地震的时候，这5号和6号没有工作，1号和4号是在工作的。事后看啊，这个东电集团在处理地震的时候啊，实际上确实有严重的失当啊，因为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果断的下令停堆。对于核电站来说，停堆确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一旦停堆，这个反应堆就废了。所以呢，东电当时一直舍不得，就没有下决心停堆，没有下决心停堆，最终导致的结果，海水漫进了反应堆啊，就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反应堆全部报废了，而且造成了熔芯呢。后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啊，给福岛核电站事故设立的这个级别是7级，也就是核电站事故中间的最高级别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核废水呢？因为当时这个核电站的反应堆啊熔芯之后，那个核燃料还在里面，还在不停地进行着核反应。那么这些核反应就源源不断地产生热量嘛。那么这些热量，如果你要是不把它冷却的话，那最终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有可能把核反应堆都炸了啊。所以就需要对这个核反应堆进行冷却。那么东电的处理方式就是把海水引过来，往核反应堆里头不断的放冷却水，然后冷却水循环之后，反应堆的温度就可以保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个方面，它这个反应堆也把当地啊这个土壤给一个污染了。那么从地上冒上来的这个地下水啊，也进入到反应堆。那么这2个水源合并在一起啊，每天大概有几百吨。那么这些水呢，因为有一部分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就是你既然是冷却水嘛，你冷却完了之后，你转出来凉了之后再继续冷却嘛，这样不会增加新的污染的水源。所以呢，福岛现在大概每天呢产生150吨的这么一个核废水。那么这些核废水到底怎么该处理呢？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核事故刚发生没多久的时候啊，这福岛往海里头排了一些，就东电往海水排了一些核废水，就是在那一年的4月11号，一开始是排了1.15万吨啊，1个月之后呢，又排了30万吨。当时东电说啊，他说他们别无选择，没有其他的办法。当然不管怎么说啊，当时排放的这些核废水确实是不太对的。事后在东海发现的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超标啊，其实都是跟它这2次啊这个排放的核废水有关。因为那一批的核废水啊，虽然经过了处理啊，但是处理的标准啊，跟后面的标准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那批核废水本身呢，确实是浓度比较高啊，这我们客观讲啊。但是现在这一次要排放的核废水啊，跟上次不一样了，那是经过了严格的处理。在2012年的时候啊，日本的东芝公司啊就研发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啊可以把核废水中间的62种元素啊全部过滤出来。东芝公司呢就给这个东电集团一共生产了3套这样的设备，那么每天可以处理250吨的核废水。那么在整个这个核废水处理完之后啊，只有1种元素啊它们过滤不出来，就是这个氚，氢的同位素中间的氚，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重水。这个不光是日本现在没有办法啊，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很难分离出来氚。2016年的时候啊，日本也曾经想制定一个研发的这个小组啊，分离这个氚，但是后来好像也没有成功啊。所以日本经过处理的这个核废水啊，除了氚含量超标以外，其他应该全部都合格了。这氚含量的超标的标准是多少呢？大概相当于日本政府规定的排放标准的3倍左右。那超标值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日本的这个排放怎么排呢？就是要把这个核废水经过处理的跟正常的海水啊合在一起进行稀释，就每秒钟有6升的核废水，跟4吨的海水混合在一起，混合完之后呢再来排放。那排放之后的这个核废水里的氚的含量是多少呢？每升呢就只有1500啊，那叫一个标准吧，叫克兹啊还是贝克啊？就这么一个指标啊。那这个数字可能一般人可能没有概念，但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个所谓的含量标准呢，大概相当于日本的饮用水标准的1/7，相当于啊国际这个卫生组织啊公布的全世界啊通行的饮用水标准的1/40。也就是说，它其实符合饮用水的标准，
If you ingest enough of it, it can do harm if you drink it. But the release at Fukushima is planned to be 1,500 becquerels per litre. And actuall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rinking water standard for tritium is 10,000 becquerels. 就是在饮用水里面，它也属于标准含量比较低的了。所以呢，那日本政府就认为这是非常安全的啊，排放也没问题啊。那么正常从科学角度来讲啊，那确实这个结论也是靠谱的，也是靠得住的啊。那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讲的啊。紧接着我们要讲的啊，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向大海里排放呢？那么实际上核废水的处理方式啊有多种，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从2016年开始啊，日本这个东电集团呢就开始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一批核废水，他们一共提出来了5套方案。这5套方案里头，第一套方案呢就是蒸汽法，就是把这些核废水啊蒸发了，啊用锅炉一烧，它就飘到上天空上去了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氢法，就是把这个核废水啊这中间的氢氧体嘛，把它电解分为氢气和氧气，然后这氢气你再把它排放了。第3种呢就是掩埋法，把它掩埋到地下去。第4种呢就是把这个打钻打到岩芯里，把这个水呢注入到岩芯。第5种呢就向大海里排放啊。那么这5种方法呢，日本政府当时就跟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商量，到底哪种方案比较好啊？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考察完之后认为啊，其中的第2种到第4种这3种方案，只有日本人呢提出来过，其他国家都没试过。所以呢，这个环境风险更高，也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个东西不太可靠，不管这个所谓的成本高低啊，都不建议日本使用。那就是最后剩下了2种方法了，一种呢就是蒸汽法，另外一个向大海里排放。那么这2种方法里头呢，那么前一种的蒸汽法呢，费用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而直接向大海里排放呢，又比较简便，这个周期也比较短。虽然周期比较短呢，也要需要花费30年的时间才能缓慢的排放到海洋里啊。所以最终日本政府呢就采取了向大海里排放的这么一个方式啊。我们计划每天最多排放500吨，共计将137万吨经多核素取除设备处理过的水排放入海。这个过程将会持续30到40年，这是核电站退役所需要的时间。为了要使得这批核废水啊经过处理的顺利的排到大海呢，从2021年开始呢，日本就把他们的整个的排放方案呢提交给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考察。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啊由11名科学家组成，其中有1名是来自于中国的啊。那这11名科学家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到福岛的本地去采样，然后出具报告，就是说日本的这些水啊到底是不是合格，这个方案本身呢是不是合乎标准。工作组啊在过去的2年中间是多次来到福岛，选择即将排放的这些罐啊里头进行采样。每个罐里头呢一共要采25.3升的水，这25.3升的水里面呢分成8个部分，其中有5升啊采集出来装在5个每个5升的塑料瓶里，另外呢100毫升的呢采集出来装到3个塑料瓶里。那么为了让采样本身啊比较这个科学啊，在采样之前这罐子里的水啊要先循环搅拌14天，保证它是均匀的，这样采出来啊测的这个数值啊才是比较准确的嘛。采集完了这个水之后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啊就把这些水啊送到了自己下属的3个实验室里头去进行检测。这3个实验室呢，一个在摩纳哥，2个在奥地利。为了让这个检测本身更具公平性啊，也更合理啊，也更准确啊，他们在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3个实验室之外呢，又找了全世界4家机构同步进行对照检测。这4家机构呢，分别来自于瑞士、法国、美国和韩国。那就是不同的国家里头这些实验室里分别进行检测嘛，检测出来的结果如果一致，那就说明这个数值是没问题嘛，大家谁也造不了假。那这个数值啊很快就做出来了，显示啊福岛的这些核废水经过日本的东芝公司的这么一个过滤系统处理完之后啊，除了那个我们前面那个氚，那剩下的62种元素啊均低于国际的通行标准。低到什么程度呢？大致都只相当于国际排放标准的1%。大家听好了，1%啊！所以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里啊，对日本
整个福岛核废水的处理方案，最后给出了一个优秀的评价，高度称赞日本的核废水的处理的有水平。紧接着就对日本的整个这个排放的方案呢也进行了评估，最终认可了日本这个排放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没有问题。 The method Japan has chosen is both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even though the large amount of water makes it a unique and complex case. 你通过这些信息你就知道，日本的这个排放标准中间的核废水啊，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核废水，它是经过处理的。处理之后的核废水啊，也完全符合排放标准啊，这里是最核心的信息。但是我发现啊，整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里面啊，也包括中国的新闻报道里头啊，其实都完全没有提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信息，他们都是在笼统的说这就是核废水，然后其他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结论呢，实际上跟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的内容相差10万8千里。比如说他那个57天就能污染太平洋啊，它实际上是10年前德国的一家实验室啊做的一个数据模型。那模型指的是啊，就是这个福岛的核废水如果不经过处理啊，排放到海里，这中间的那个137色，它大概经过57天就可以传遍整个太平洋。但是问题是啊，现在人家核废水里头这个色啊，已经都处理掉了。那你想想，那你说的那个57天污染整个太平洋还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他又说，现在的核废水里头那个标准呢，比这个东西高几万倍。实际上，现在这核废水经过处理之后的标准是只有国际排放标准的1%。这个报告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方网站上，随时可以下载啊。但是所有中国媒体的报道，你就可以看一下，对这份报告只字不提。更何况啊，就是这个工作组里头还有中国的核物理的专家呀，那为什么不提呢？特别有意思啊。所以我就觉得啊，整个中国在日本的核废水的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它基于什么态度？大家可以想啊，如果真是基于科学的态度啊，就应该把原子能机构的这些检测数据，也包括对日本的排放这个方案的认可，通通把它放出来。但是为什么看不到呢？所以在我看来啊，中国政府啊，实际上就有意在日本核废水的排放问题上制造公众恐慌。I remember the actress Jane Fonda here. She said, "Dogs don't poop in their kennel. We're pooping in our kennel, concerning the sea." Does the UN think releasing all those contaminated water is an act of pooping our kennel? There's always concerns about how to safely deal with waste, including nuclear waste, and I would just refer you to what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So Agency it might has not said be on this. pooping, it's peeing? You know,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properly engage with a metaphor like that. I give you credit for innovativeness. 我给大家讲一下，前一段时期的日本大使馆的一个人还跟我见面啊，他们说他们曾经就因为核废水的排放问题专门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非常认真，准备的也非常充分，把日本的这个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检测标准啊、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沟通的内容啊、过程啊，通通都讲了。但是呢，最后中央电视台播的时候就用了他们一句话，其他的全是批判的。所以啊，他们对这个现状非常之失望，他们觉得不可理解。但是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好理解，对吧？因为在我的看来，中国政府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妖魔化日本政府而实现其他方面的目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目的啊，绝对不是所谓的科学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是国际关系上的。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中日关系这些年关系不太好吗？认为日本跟着美国跑吗？所以日本政府做的什么事情都不能轻易肯定。但是我觉得啊，就关于核废水这件事情做的实在是有点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白纸黑字的标准放在那儿，白纸黑字的报告放在那里头，你不引用，你现在引用10年前的那样的一个模型推算来制造公众恐慌，你引用10年前的那个检测标准的数据，你引用那些没有经过处理的核废水的标准的，然后你来论证现在经过处理的
这个核废水往海里排放的问题，那你觉得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这不就是欺骗中国的公众和老百姓吗？更何况我到这里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个数据啊，就是日本排放的这个标准啊，有人说你虽然说你这个安全了，但它毕竟还是核废水嘛。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日本排放的这个所谓的这次核废水的标准啊，要远远低于中国自己核电站排放的标准。就包括核废水排放的问题，中国有很多人总是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日本排放的是核废水，中国核电站排放的是冷却水，它不是一个概念。没错，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但是啊，我们衡量最终排放的时候是不是有道理啊，不是要看你这水的来源，而是要看你最终排放的数值是不是合乎标准。这个道理大家能听懂啊？那么日本排放的，就我说的每升现在是1500贝克，这是这个标准啊。但中国的排放标准是什么呢？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公告，秦山核电站排放废水的放射性浓度控制值为每公升3700贝克。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排放标准要远远高于福岛现在的实际标准1500贝克。我们还可以通过中日两国官方公开的数据，再做一下总排放量的对比。在液态氚排出的总量控制上，日本经济产业省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预估福岛核电站每年排放上限约为22兆贝克，而2016年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秦山核电站年总排放量的限值是800兆贝克。当然，事实上中国也不是按照极限值来排放的啊。按照2022年核安全信息报告中间显示，秦山核电站当年实际累计排放量是限值的25%，换算下来也就是201兆贝克。方家山核电站2018年实际排放59.3兆贝克，大亚湾是39.2兆贝克。年总排放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些中国的核电站都远远高于福岛核电站预估的年总排放量的22兆贝克，这就是事实。那如果说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放的这个标准高的话，那中国岂不是更高吗？那中国岂不是对中国周边的海洋的影响更大吗？所以我们就想清楚这样一个道理啊。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在整个中国的这个舆论场啊，对日本的这一次啊，就是这个核废水的声讨问题中间，你看不到一位来自于中国核方面的专家的发言，全都是外行，全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营销号，全都是一些所谓什么国际问题专家呀，或者说是什么其他方面的专家。总而言之，是没有人研究核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核问题的专家，他都不会睁着眼睛随便说瞎话。就比如说那位参加了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的中国这个专家，他出来接受采访说日本这个排放方案不行了吗？没有啊。按道理来讲，中国政府如果认为不行的话，那个专家应该站出来说日本政府这就是不对，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所有的全是外行再出来说这个东西日本的方案是不负责任的，是不符合标准的。所有的内行包括中国人都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个东西是不合格的，是不符合标准的。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所以我经常讲，要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首先不要轻易的相信来自于某些宣传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国内的一些营销号人民日报、新华社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在境外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网站的报告，对吧？这个呢是最权威的数字，它本身跟日本之间呢，它也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利害冲突。另外一个方面，你也看一看更多的国家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看法，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应该说他们是福岛真的排放这个核废水最大的这个利害关系国，因为洋流的关系在排放的这些水进入到海洋之后，最先到达美国和加拿大，到中国实际上2年以后了。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态度通通都是说我们表示欢迎，这件事情没什么，符合正常惯例。那么为什么中国实际上在这里头受的影响非常非常小，而在这个过程中间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是最大呢？
那么中国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呢？究竟是核废水的排放，还是日本这个国家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真正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啊，关于核废水的排放问题啊，本身呢，不值得什么真正的担忧啊。过2天我到网上就专门去买一批这个福岛的食品啊，给大家吃。哎，我觉得啊，其实只要经过正规检测、合乎标准进入市场的食品都是安全的。至于很多人担心这个日本的食品是不是足够安全呢？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呢，这个担心呢实在是有点多余，您不觉得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The method Japan has chosen is both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方处理核废水，不应让全世界买单。这样的鱼吃1公斤，瞬时辐射等于照4到8次 X 光胸片。这无疑将是一场全人类乃至全球生物的灾难。